这是哪儿？这是咱未来的金疙瘩。姨娘，父亲他近来还好吗？都挺好。看到你在长安如此富足，姨娘也很是欣慰。你父亲在洛阳时时惦念着你。这些糊饼是他特地叫我带来给你吃的。他为何不亲自过来？唉，牡丹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何家呀，是一年亏过一年，如今已是家徒四壁了。你父亲四处奔波，忙着还债，哪儿还脱得开身呢？怎会如此？父亲当年也是数一数二的商户，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？你又不是不知，你和刘畅成亲那年，何家为你贴补进去多少啊？后来你从刘家逃走，那众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刘家不仅不再帮衬，反而还处处为难，我们哪儿斗得过关呢？那其他人也是见风使舵的，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牡丹，你如今这潇洒快活，可是整个何家的安危换来的呀。我明白了，我收拾一下细软，回趟洛阳，与父亲商量一下解决之法。别！你父亲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不就是拉不下脸才让我来找你的吗？那你就算回去了，他也不会见你的。可若是我不回去，我如何帮父亲打点生意呢？说的也是啊，你们父女俩啊，姨娘知道，这心里都记挂着对方。你父亲在洛阳家里呀，天天念叨着你，说他觉得有愧于你，还说你呀，像马儿这么大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知道帮着他算钱理账，孝敬得很。如今父亲有难，哪怕他不见我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。这样，我差人先置办一些玉器，还有丝绢，你带回去，解燃眉之急。这几日，我会联络长安的药商，想办法牵线搭桥，让父亲的生意重新做起来。好，牡丹有心孝顺，姨娘甚是欣慰。只不过，你说的这些个法子，它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何家的困境啊。姨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姨娘跟着你父亲这些年，生意的事情也算是略知一二，你又何必瞒着姨娘呢？长安城谁人不知，这方圆才是你身材的根本呐。不是父亲叫你来的。牡丹何出此言呢？自然是你的父亲叫我来的。我深知父亲的秉性，他对母亲用情至深。母亲生前最珍惜的便是方圆，父亲深知这一点，怎会向我讨要？姨娘瞒着父亲来到了长安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但可惜，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一分一毫，更夺不走这个方圆。来人，送客。请吧。牡丹，你误会了。牡丹，如今何家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看看马儿，你看看你阿弟，他还如此年幼，你忍心看着他跟着我们一起忍饥挨饿、风餐露宿的吗？不忠不孝的无礼俗妇，我才不认你这个姐姐！不许说这句。父亲有句话，确实没有说错。我8岁的时候，便跟着他跑商铺做生意，
算盘拨得比账房先生都要快。若是你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，定不会让你过上忍饥挨饿的日子。毕竟，他又忠又孝，又明事理。满儿可是你父亲唯一的子嗣，将来是要继承何氏家业的。你竟如此偏损于他，等他将来当了何氏家主，回了洛阳，你可是要向他下跪磕头的。真是笑话！我早已自立门户，他当谁的家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面前站着的可是名满京城的花满珠店主，你让他跪？你看看那墙上挂的字，那是圣人亲手写的。我劝你说话还是客气些。你一个小小的贱婢，你说谁贱婢呢？我们方圆可没有贱婢。哎，你们这儿若是再不走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何为芳，你的良心莫不是被狗吃了吧？若不是你当年逃家的时候带走了我何家一盆名贵的牡丹，这才有了发家的本钱。怎么，如今风光了，想要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如今这泼天的富贵，就理当有我何家的一份。我在长安白手起家，几度危难起伏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们任何人。而如今，你想来分一杯羹了？我告诉你，那琼台玉露是母亲所种，方圆是她留给我的嫁妆。父亲有难，我自会与他商量。但是这一切跟你毫无关系。来人，送客！我不走。哎，你别碰我！你们别碰我！我不走！阿娘，何为芳，你母亲不是必死的。等下，你说什么？你母亲当年并非染了病，而是被下了毒。走。接着说。下毒的是他的仇家，且此毒无药可解，唯有紫溪丸可以试，所以当年你父亲才拼了命的去找他供药。你以为你胡诌几句，我就会信你的话吗？母亲生前待人良善，除了种花，不染俗世，哪里来的仇家？那只是你不明真相罢了。他不仅有仇家，钱大人还恨他入骨。想来是他自知罪孽深重，所以才没有将此事告知你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什么样的恶疾会突然发作，且短短数月便撒手人寰？你是自小接触药材的人，可曾见过这样的怪病？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知道此人是谁，给我5000匹绢帛，我便将此人的姓名告知于你。是真是假，你一探便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吴红是洛阳人，曾在长安做贵人家仆。几年前，他回老家探过一次亲，正是何夫人生病那段时间，日子对得上。他回洛阳探亲前，一直住在长安，应当和母亲无冤无仇。他为何要害母亲？这个实在没查到，不过此人古怪得很。他回到长安后，销声匿迹了一阵子，甚至换了名字，深居简出。他若心中没鬼，为何要这般？他如今人在何处，在做什么？他在城外经营着一间孤幼病坊，平日也没什么异常，周围乡邻都对他赞不绝口，说他慈善亲和，对孩童甚好。你可有他的画像？
小夫人来了，外面天凉，快进来烤个火吧。不必了，我有些话想问您，麻烦您出来一下。阿康，带他们继续读传奇。好。你本名叫吴红，是与不是？是。洛阳何家药铺的店主，你可认得？认得。是你下毒杀了我母亲，对吗？是我。为什么？那一年，死的何止你母亲一人？那年，我得知家里遭了水患，便匆匆地赶回了洛阳，心里灾后大疑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爹娘、妻儿都死在了我的面前。你可曾体会亲人尽丧的绝望？可这些跟我母亲有何干系？水灾死的是我们贫寒人家，病灾死的还是我们贫寒人家。那些官吏、富商全都躲在宅子里避疾，他们得了病也不怕没钱买药，而我们呢？我们这样的人只能等死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可知，最后死在我怀中的是我那尚未及笄的孩儿。他瞪大了眼睛，死不瞑目。我当时满心的仇恨，只想找个人给我的亲眷陪葬。可高门大户岂是我随便能够进入得了的？我到处游荡，终于寻找到了机会，进入到了一所宅子。你的母亲，她认出我不是平日给他们送菜的农户，我便跟她说，我的家人都已经死了，无钱下葬，我才找了这活。她便给了我2吊钱。我不需要她的施舍，我也不需要她跟我装什么善人。我只想让她给我的家人陪葬。你举家沮丧，就让我的母亲为你的家人陪葬。我母亲从未害过一个人。可你一家和和美美，我却家破人亡，这又是凭什么？要怨，只能怨你母亲的倒霉。是我母亲怜你不幸，才给你害了她的机会。是你是非不分，如今还没有愧疚之心。你既然已经找到我，那也是我的命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吴旦，随之。斯人已逝，你杀了吴伯又有何用？
知道，为什么瞒我？为什么瞒我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就算你杀了他，你的母亲也不会回来。江朝阳，你我俱是丧母之人，我曾经以为你是懂我的，让开！我让你让开！随之。疯了！你疯了吗，江朝阳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吴伯亦是可怜之人，吴丹，放下吧。可怜之人？难道我母亲就不是可怜之人了吗？我母亲病重时，叮嘱我善待院中下人，特别是吴伯。这些年，吴伯清苦度日，尽心照顾院中孩童，他一直在赎罪。赎罪就能让我母亲活过来吗？赎罪就可以改变他是杀人凶手的事实吗？我母亲一生为善，亲手做了那么多的药包，发给看不起病的灾民。现如今杀我母亲的凶手就在这里，你却说让我放下，放不下，我放不下。这些年，吴伯看着我长大，陪着我送走了母亲。如今他也如我亲人一般。我不能让你伤他。小夫人，吴伯，不必多言。江朝阳，如今我才知道，你是一个不辨忠奸、不明事理之人。之前是我看错你了。
郎君，小夫人已经搬离江府了。阿娘，眼下药铺肯定缺人手，我想去帮忙。水患过后，城中染病者众多，你阿耶让咱们近日都不要出门。可是现在病患如此之多，肯定需要人照看，而我呢，却高枕无忧地躲在家中，我心中实在是不安。如今外面病患多，药材少，你若染了病，多占一副药，那其他病人便少了一副。况且，咱们至此药包，亦是为染病的百姓尽一份力。阿娘说的对。不过阿娘，这次疫病这么凶猛吗？平时只需要用寻常的牡丹入药即可，这次竟然用冰晶牡丹，院中的花都快被采光了。此花的根皮能清热凉血、散诸痛，配以知母、黄柏、生地入药，可解肺脏潮热，正是此疫最需要的药材。咱们种的冰晶牡丹，万里难寻，最是名贵。在这灾祸之时，一株便价值1000金。阿娘，您将这么贵重的药材分给看不起病的灾民，阿娘真好。将9天上的祥云印在药包上，亦有祈福之意。但愿服此药者，都能身体康健，平安度过此劫。一定会的。怎么了，牡丹？割到手了？我看看。没事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刻的这是祥云吗？好精细啊！还需要再雕琢一下，等刻好了以后，可以将这祥云印在节里的香包上，图一个好寓意。从前都不知道你还会刻章。是母亲教我的。牡丹，如今方圆被你经营的姹紫嫣红，何夫人在天之灵有所感念，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若无法受人仇人，我何以担当得起母亲的期望？蒋长阳今日来方圆寻你，六郎说你心情不佳，不想见客，便将他撵走了。我本来以为长久的相处
我已经足够了解他。我知道他对吴伯的情谊，可我没有想到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竟然会袒护一个杀人凶手。我想不通。此事我也有些意外，只怕蒋长阳就是个护短之人。先前他一直待我们很好，日子久了，我们却忘了，他是花鸟使，是恶名在外的贪官佞臣。我是忘了，他最善做戏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吴伯亦是可怜之人，吴丹，放下吧。这些年，吴伯清苦度日，他一直在赎罪。小夫人，吴伯，不必多言。不光蒋长阳，为何吴伯见我时可以那般的平静，仿佛早就预料到我会去找他？还有母亲，他为何从来没有跟我提及过此事？中毒和染疾的症状差别很大，问诊时必须如实告诉医师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当年巡医问诊时，爷娘总是把我支开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明真相。牡丹，让我查的我都查清楚了。吴伯从洛阳回到长安后，一直守在孤幽病房，平日里接触的只有那些孩童，现在身边也没有别的亲友。这是方中所有孩子的姓名，还有大概年纪。有几个我只知道他们的乳名，还需要向周围久居的村民问上一问。你查这些孩子做什么？我想知道这些孩子中有没有从洛阳来的。阿康，阿康，这平日阿康天天来这儿玩，怎么今日不见了？哎，站住！是不是阿康啊？你站住！打到哪儿了？疼不疼？无碍无碍，放开我！过来！放开我！果然是阿康。放开我！背后偷袭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放开！别动！给我站着！还给我！不给！还给我！阿康，我问你，平时你最乖巧懂礼，你为何今日要打我呀？还打那么重，亏得牡丹平常常给你们送衣衫和吃食，狼心狗肺。你是坏人！不要走！不要你的东西了！松手！松手！你为何这么说啊？你要害吴伯，我都看见了，你就是个大恶人。你怎知恶的不是吴伯？吴伯是顶好的善人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有肺痨热，慢点说话。喝点水，来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要尿这个，要不是吴伯，我在发大水的那年就已经死了。你要害他，你就是我的仇人。阿康，我问你，你说的可是4年前洛阳那场暴雨洪灾？你真的是洛阳人？我是，那时好多人都染了毒株，全村的人没几个活下来的。爷娘和姐姐都被人镇住，只有我。那时吴伯的家人都已经过世了，他侥幸得到了药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偶然他遇到我，就把药都给我吃了，我才能捡回一条命。当年那场瘟疫，竟死了这么多人。
阿康，我问你，吴伯当时是从哪里寻的药？吴伯说是从一个商户的宅子里寻到的。商户可姓何？吴伯没说，但肯定不是。你为何这般笃定？当年毒注，并不是无药可医，只是那药材昂贵，需要一味稀罕的牡丹皮。都说城中最大的何氏药铺有这种牡丹皮，可是那药铺的店主却趁机哄抬药价，把丹皮全部都卖给了名门贵户。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我没记错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爷娘带着我，还有全村的人，在药铺外跪了好几日，却被告知丹皮都用完了。可我分明看着他们捧着药包上了马车，药包好看极了。我问你，那药包上印着什么图案？是云，是红色的云。我也盼着爷娘能得到一包云彩，可知道他们跪死在药铺门口，也没人理会。村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后山的工地都已经埋不下了，死了太多人，太多了。吴伯说，种牡丹的人见死不救，他手中的丹皮便与毒药无异，不是天灾害死了大家，何氏药铺才是杀人的恶鬼，是我们的仇人。别胡说，小宝儿子没胡说。别说了。阿康，当年吴伯救了你们之后，你们为何来了长安？是阿兄带我们来的。是蒋长阳？嗯。吴伯喂我吃了药，夜里我迷迷糊糊的醒来，竟看到他上了吊。吴伯，是阿兄及时赶到，才救下了他。阿伯，那晚吴伯哭了很久，阿兄也劝了很久。阿兄告诉我，以后我便是吴伯的孩子，只有院子里的兄弟姊妹平平安安，吴伯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此花的根皮能清热凉血、散诸痛，配以知母、黄柏、生地入药，可解肺脏潮热，正是此役最需要的药材。咱们种的冰晶牡丹，万里难寻，最是名贵。在这灾祸之时，一株便价值千金。我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，母亲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，她绝对不是如此狠心之人。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我母亲懂药理，若是被人下毒，她定会有所察觉。可她直到咽气都没有提及此事，为何姨娘会知晓呢？我要回趟洛阳。来了。哎，怎么，我还不能进这个家了？那你这是何意啊？那我们的交易不是在长安已经谈妥了吗？你想反悔啊？我来洛阳是找我父亲的，与你无关，让开。可你既与何家脱离了干系，就应该安分守己，别再来找家主了啊，行吗？牡丹，真的是你啊！
怎么回家也不提前来个信？就是快进来！陈年旧事，怎么如今忽然提起啊？当年你们只是跟我说，母亲是突然病倒，却无人告诉我，那是中毒所致。我丹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母亲并非……父亲不必再隐瞒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那是吴红所为。你怎么？前几日你说回家探亲，实则你去了长安和牡丹见面了。你是在怪我吗？你也不看看何家，现在都快让人搬空了。那牡丹既是何家女，帮衬家里又怎么了嘛？谁让你自作主张？牡丹，为父不知道那是你的钱帛，2年之内，我一定悉数还给你。还什么还？为什么要还？你闭嘴！牡丹她作为何家女，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，何况她现在腰缠万贯，你是没看到，她这个店主那当的是风生水起的，就这么点子小钱，岂会看在眼里？你住嘴！父亲，我今日前来，并非是来要钱的。若非姨娘告知，恐怕我也无法查到当年之事。你查到了多少？很多。当年洛阳疫病肆虐，母亲种植的冰晶牡丹可以救人命。父亲，你们当时是不是将丹皮卖给了高官权贵？我来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我从小到大敬仰爱戴的父母，怎么会是那种贪得无厌、见死不救之人？不，你不能这么说你母亲。这件事，她并不知情。什么意思？将丹皮高价出售的人是我，你母亲并不知晓那批药材的去处。是我告诉他，我把药材发放给了染病的百姓。为什么？就为了趁着天灾赚更多的钱帛？当时疫病凶猛，高官权贵人人自危，是他们逼着我，把全部的药材都卖给了他们。可当年水灾后，百姓们饮水饮食受了污染，这才引发疫病。而贵人们整日待在府中，吃食用物金贵洁净，怎会轻易染病？那些个贵人哪管这些？外出采买的下人，但凡有1、2个染了病，他们便吓得惶恐不已，恨不得宅中备上几百副药才能安心。明明身子无恙，却囤着药材不用，也不肯救人命。父亲当初竟然会答应这门生意？为父只是一介商户，惹恼了权贵，他们便会查封我们所有的店铺，到时候你和你母亲也会受到牵连。牡丹啊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所以当时您就瞒着我们。你母亲生性慈软，只爱侍弄花草，已尚处年少，这种事告诉你们也只是徒增烦恼啊！我不能让你们母女跟着我受罪，我于心不忍。那母亲后来知晓了，是吴红告诉他的。灾祸平息后，曾有人扮作菜农混进家中，
你母亲同情他，给了他些吃食和钱帛。这个人便是吴红。怎会如此？若是按时服药，不出几日就该好转。这名贵的药，只有高门大户能吃得起。我等这样的贱民，怎配销售？何氏药铺的丹皮，都是无偿分发，有何高贵低贱之分？无偿，夫人，你对此药的价格，当真是一无所知吗？难道我的丹皮被高价卖给了患病百姓？若能高价买到也罢，你那些药根本不会卖给寻常百姓，而是送进了高官权贵的府中。怎会如此？这救命的药一包难求，正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看来，那何店主也没有告诉你实情了。外面早已尸横遍野。若是半月之前，何家药铺前确实跪满了人，从早到晚不停地磕头，只求一包药。可如今，那些求药的人早已下了黄泉，在那些冤魂当中，就有我的一家老小。这半月来，我在贵人们的府外晃了个遍，却始终无人理睬。今日若是何店主在家，恐怕也会把我赶走。因缘际会，偏偏让我遇到了你。我在茶里下了毒，夫人，报官吧，要杀要剐，听凭处置。命运弄人呢。我本想为我的家人报仇，可谁知你作为这药的源头，却对此事毫不知情。你不必找人请我是不会跑的。如今我已孑然一身，也无意苟活于世了。这是最后一点冰晶牡丹的根皮，不知此刻还有没有人需要它？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你走吧。你不报官吗？水滴尽月色浓，流淌成炙热长河。欲言为虚红尘过，芳华自定路漂泊。蓦然凡尘锁，七岁素颜忘采，笑看风雨泛尘埃。花开傲骨映天色，不凋落，莫负流芳斑驳。原来当初那场大火并非意外，而是母亲亲手。你母亲叮嘱我瞒着你，但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察觉的。
父亲，想与您商量一件事情。我打算寻找当年患病离世者的遗孤亲眷，若需救济，则竭力帮扶，亦会列出逝者名册，为他们好生建冢立碑。让为父来做吧。当年你并不知情，为父愧对你。您当初也是为了我跟母亲免受祸灾，您无需向我道歉。何况我也是何家人，我有责任去弥补当年的受难者。我想母亲也会希望我这样做的。牡丹，为父知晓你聪颖能干，可你身为女子，不应该忧虑这些。世间本多苦楚，女子难以承受啊！你只身闯荡长安，受了很多的罪，幸好嫁入蒋家，找了个好夫君啊。那蒋长阳虽然名声不佳，可毕竟是高门贵户啊，能保证你不受苦、不被欺。你现在要向前看，要好好的操持家事，服侍夫君，延绵子嗣，谋求荣宠，这样才能换得长久的安乐。父亲，我与您在谈弥补，您却同我讲，内宅争宠方能安乐。你是一介女子，这才是你的归宿。父亲，你可知当初我逃离刘宅，深夜归家，为何没有进家门，却转而直奔了长安？因为当时刘家来抓人的时候，我就在不远处。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，您亲口说道，女子唯一的归宿便是婚嫁，若是找到我，定会把我送回刘家。在您的心中，我嫁入刘家便是天大的荣耀，而离开了夫君，便是折辱了自己。我当时不知道刘家是要害你的命啊！牡丹，现在的你和往日不同了。有何不同？你如今是蒋长安的妾室了。当年是为父看走了眼，如今我听说，那蒋军很是宠你啊。那蒋府又没有正妻，你应该好好努力，不要再重蹈那刘家的覆辙了。父亲，您可知，您疼我护我，却又轻视着我。您可知，当初我逃离刘家，不惜假死隐姓埋名，我努力经商，为的就是不再过这种囿于宅院、仰人鼻息的日子。牡丹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根本不知这经商养家是有多难。何况你是一名女子，要知道，你现在能这样行事说话，那全是因为蒋长阳在后面帮你撑着腰呢。父亲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？在您的眼中，女子只能依靠男子，起码他可以让你轻松一点，没错吧？在父亲眼中，也许母亲只是一个只会恃花弄草的女子，可她在我的心中是最有骨气、最厉害的女子。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她也顾念灾民，用丹皮制作药包；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她烧掉了自己最爱的牡丹花丛，不与权贵沦为一丘之貉。是母亲教会了我，在这个世道，女子也可以有别的活法。而父亲，
我明白，当初您为了这个家，不得已放下尊严，与权贵交易。我更能理解，您为了传承香火，无愧祖宗，只能选择满安，把女儿放在后面。可是时至今日，您都未曾真正的了解过母亲和我到底是怎样的女子。女儿心中所向，父亲无法懂得，所以父亲要求女儿做的，女儿也无法做到。牡丹，你怎就如此任性呢？为父都是为了你好啊。如何以女子之身立命于世，我心中早有定论，无需再谈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还是先回吧，以免姨娘她会不开心。不是说了多待几日吗？不了，长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父亲，您年事已高，药铺的事情不必太过于担忧。我已经着人带着钱帛赶来，2日之内便会赶到。这些钱帛应当可以助何氏东山再起。从此以后，父亲可以安心的与满儿还有姨娘好好的生活在洛阳。父亲的养育之恩，女儿铭记在心。至于女儿的事情，女儿会自己处理好，还望父亲放心。牡丹，要不吃了饭再回啊？阿姨，马儿想吃糊饼。好，阿爷给你做。不了，父亲，您多保重。郎君，小夫人回来了。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他会在洛阳多停留几天。大夫说，小夫人一回方圆就送走了宾客，提前关了门，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。他都知道了。我也盼着爷娘能得到一包云彩，可知道他们跪死在药铺门口，也没人理会。村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后山的空地都已经埋不下了，死了太多人，太多了。巫婆说，种牡丹的人见死不救，他手中的丹皮便与毒药无异。不是天灾害死了大家，何氏药铺才是杀人的恶鬼，是我们的仇人。
牡丹，你是何时知道的？你去寻吴伯之前，我才刚从他口中得知此事。4年前水患，他未曾见过你，并不知道你是洛阳河店主的女儿。此前与你结交，皆是出自对你的欣赏，但他确实害了你的母亲。你恨他也是应该的。还疼吗？我知道，你阻我杀吴伯，都是为了我。你怕我知道4年前残忍的真相，更怕我日后查出水患之事，会因之前一时冲动而后悔莫及。对不起。你我之间不必说这3个字。可是这3个字，母亲跟4年前死去的那些人再也听不到了。父亲作为药商，若是不屈从于权贵，便无法保护我跟母亲。我作为受益之人，我也无言苛责于他。可那些因为患病而离世的百姓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一心想查明真相，为母亲报仇，可到头来却发现无人可恨，无仇可报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做这些是可以给他人送去美好跟芬芳的，殊不知还有那么多人，别说是赏花了，连活着都艰难。天地不仁，世道苍凉。我突然间不知道要如何做好一个商人了。哪怕做到花商之首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牡丹，你从商以来，从未赚过不义之财，从未做过亏心之事。你重开方圆，让那些无人可依、无家可归的女子有了依靠。你做这些怎么会没有意义呢？我将自己困于这方寸之间，看不到世间的真容。经商之道究竟为何？我想不明白了。我想不明白了。
没有了吧？本月的账目都清了，所有货钱皆已结清，只剩下最后一单待送。大富、小春，你们到时候同我一起。我总结了众人的擅长之事，还有做工的履历。汤大娘，我走以后，请您代替我，将大家妥善安排好，确保每个人在分铺都有合适的位置。之后转到铺子里做工。若是大家还想住在方圆，亦没问题。姐姐，你这是？送完这最后一单，方圆暂且关停。花满柱和青书斋的合同契，还有贵方凭帖全在里面。孙大娘，以后交给您保管了。日后这铺子由你们经营管理，我也放心。花满柱和方圆都已名满京城，你付出的心血和成就，全都不要了吗？是啊，牡丹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经此一事，我反思了很多，曾经的执念跟宏愿，皆成茫然。若是强行继续，也无甚意义。我需要将自己的思绪理清楚，想明白，这从商真正的意义何在。郎君，未时已到，稍后还有要事。走。是。车怎么停了？这可是关键的驿道，你们也敢造次？少跟老子废话！你们坏了，有山匪！给我上！哎，不要动手啊！刘德华，小顺使，你是管事的？对，几位好汉，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伤了我的人跟花。话什么话？老子全家7口连饭都吃不上，你们倒好，千喝万壶几朵破花，都给我带走！带走！走。郑尚书寿辰，连大王都派人送来贺礼，可见尚书在御前真是备受荣宠啊！哎呀，哪里，大王赏几分薄面给郑某，郑某也是诚惶诚恐呀。日后更要多为朝廷效力，为圣人分忧。郑尚书高风亮节，令人钦佩。下官还望尚书能够多多提携。那是自然啊！哎，将军怎么还没归来呀？他不是喝多了酒迷路了吧？啊！我看花鸟是豪饮数杯，醉得不轻，怕不是躲在哪位美人怀中醒酒呢吧？你呀，来，喝酒！就尚书，好。设宴探到，礼单和账簿等物都被藏于书房的暗格之中。
郑尚书。哎，将军，我来敬你一杯。将军，您喝醉了。我喝醉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郎君，郎君，哎呀，您怎么跑这个地方来了？尚书正在寻您呢。哦，今日是郑尚书的寿辰，我怎能如此失态呢？替我向尚书请罪。哎，本官不胜酒力，先行告辞啊。郎君您慢点。好险！这姓郑的倒是谨慎，还在书房设了机关。机关？郎君没受伤吧？我可是花鸟使的马超。正是。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江府的小厮告诉我，你来参加户部尚书的寿宴。这么晚了，找我何事？姐姐出事了。上车说。姐姐带人去送货，遭了劫。这是店里伙计带回来的。山匪说让我们拿200贯去赎人，伙计已经驾车带着钱往山里去了。但是我担心山匪万一不讲信用的话，万一他们收了钱不放人。你的身子受不住彻夜急行，前面管一下马。不行，你要是把我放下来，我就自己跑去找姐姐。你放心，到了地方我绝不添乱。要是遇到什么危险，我就躲起来，给川渝报信。不想摔下去，就抓紧。你受伤了？小伤，不碍事。山匪约定在驿道石碑处碰面，为何在这下马？慎县距长安不算太远，并没有成气候的盗匪，他们很可能是当地的农户猎户。约定处离藏身的所在不会太远。这是石碑周围10里唯一住人的村落。放下刀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没收到我第2封信吗？姐姐不是被山匪给绑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都是误会，他们不是山匪。那你为何双目泛红，尖叫出声啊？我刚才在那儿烧火呢，熏到眼睛。你这连夜赶来，救急复发了怎么办？一会儿让小春好好给你看看。我没事的，倒是蒋军，他要是再不救治，可能身上血就流干了。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你心若如霜，凝结多少过往，坠入目光，随你笑容流淌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。就万里徜徉的风浪，能否也触碰到情郎？云被黑夜隐藏，
要怎么飘荡，寻挺高的地方。没事儿啊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流了那么多的血，先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好不好？穿过我的心房，情若如霜，有一盏烛火在摇晃。你之前说，若是遇到危险，便会把我送离长安。可是一个人，无论身处何地，都有可能会遭遇不测。这样看来，我留在你的身边会更加安心些，对吗？雨落成了汪洋，在深渊中央，忘了自己模样。何店主太厉害，何须他人英雄救美？每次我赶到，你都已经转危为安了。既然这小子厉害，又为何一次又一次的赶来救我？叫长阳，灯会望，看山高水长。皮外伤经创上药之后不会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他因伤口感染高热不退，而且如今村中药材短缺，恐怕今夜得靠他自己熬过去了。若是天亮之后高热退去，此关才算安然过了。小春，村中还有很多病人等着你照顾呢，你缝完伤口处便去忙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了。好。家珍婚，何必？我只是为了帮你退热，你别误会。
这般真切。美梦都是如此的。别走。我不走。我从未想过要离开。看看舌头。不愧是花鸟使，平日身子保养精细，就连恢复起来也比旁人要快得多。我都说了我无妨。高热暂退，但还会反复几日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必得等着剑伤引起的热毒彻底消了之后，才可移动奔波。听小春的。给我吧。我自己来。听小春的，若是伤口再撕裂的话，还得麻烦小春。如今小春要照顾的病人很多，不能再劳累了。病人？是啊，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们被劫以后都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要说出来，你不许动粗。你说说看。昨夜，你们撞见的那2位，便是劫我们的山匪。那日，我们被劫后，他们以砍手作为要挟，逼我给方圆写信，索要赎金。我跟大夫小春准备逃走时，发现我们并非身处在什么贼窝。那些山匪，并非是真的山匪，他们只是因为受灾染病，无路可走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拿起屠刀来劫盗。当我看到那些衣衫褴褛、食不果腹的孩童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漠然置之。于是，我们决定不逃了，留在这里，为众人治病。村民们都是性情中人，知道我们的决定后都十分感激。于是，我立即追加了第2封信，向方圆报平安。谁知道，六郎的速度这么快，信还没有到，就带着你先来了。幸好山匪是假，要是真的进了贼窝，姐姐贸然逃走。若是被抓住了，只怕真的要砍手了。真山匪也是求财，如何挣钱可是你姐姐的老本行。她那3寸不烂之舌，定不会让那些山匪砍掉。喝粥吧你。总之啊，大夫跟他们不打不相识，已经拜了把子了。来了这么久，怎么没见到大夫姐姐？我跟小春发现。这里病人的病与4年前洛阳的那场瘟疫很像，需要牡丹入药。于是我派大夫连夜赶回方圆取花，今日应该就可以回来了。你还没说你呢，你的伤是怎么回事儿？不过是为3郎办事时大意了。
你不是有金丝软甲吗？同僚家业难免有5级相伴，万一碰到察觉了，就不好了。看来蒋军这逢场作戏，入戏的挺深啊。还不是因为爱妾不告而别，独留我一人敢去敷衍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撕裂了？我看看，别渗出血来。牡丹。昨夜你何时走的？我烧的糊涂，没说什么混话吧？敷了几块帕子，你高热便退了。我走之前，你都一直昏睡不语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昨夜的帕子冰得很，随口一说。不是让蒋军卧床休息吗？怎么出来了？你何时这般关心我了？我是听姐姐的吩咐。马鞍上的血，牡丹看见没有？没有。牡丹在做什么？姐姐去村口接大福姐姐了。去看看。哎，有话要说。姐姐送你的白玉簪，是我折断的。方圆大火后，姐姐满眼都是你，我心里吃味，做了错事。对不住。为何今日同我说这些？你为了救姐姐，受了伤，流了那么多血，人彻夜疾驰，眉都没有皱一下，昏迷整夜，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让我将染血的马鞍擦净，不愿让姐姐内疚。你对姐姐是真心的，而且你也有能力保护好姐姐。不想你们因为我生了嫌隙。牡丹没有白疼你，你一直真心为她。放心，此事我不会告诉她的。你不介意我对姐姐的心意？牡丹为你治病，教你识字。对你极好，又不求回报。你对他生出独占眷恋之心，再正常不过了。但这无关男女私情，而是对亲人的如沐之情。牡丹既认你做了弟弟，即便你犯了错，他也会悉心教导，绝不会赶你离开。莫要再患得患失了。方圆永远都是你的家，而牡丹也永远都是你的姐姐。来，周周。我在来的途中遇到了大福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相比钱帛，村民们现在更需要的就是食物和药材，所以我把府中所存都带来了。
行啊，川渝，他们见了这些，定也要与你拜把子。还有，走，带你去见我那义兄。哎，我可不和你义兄拜把子。要吗？为何？我，你高高在上不是，你眼睛长天上，你看不上他们。我，川渝，你家郎君他受伤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啊？是。回头带你拜把子。定玉楼学的主顾那儿可派人去了。我已经叫伙计把旁的牡丹和钱都送去了。那就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们是何人？这运的又是何物？回县令，我们是路过的花商，意外得知此处疫病肆虐，衣食不足，于是带了些吃食，还有药材来相助。商贾重利轻义，你与我圣县百姓非亲非故，怎会如此好心？莫不是要诱拐孩童，掠卖良民？来呀，把他们给我绑了！是你个当官的，怎么还乱攀呀？县令明察，我若是真的想诱拐孩童，应当拿椒盐刑还有果子诱之。县令，您可以亲自查验马车上的货，没有掠卖人会带着牡丹还有这些来拐人的。验货。是。县令。于县令。村长。哎，村长。村长。何店主真的是来给我们送药的。昭昭阿娘病都好了，昭昭是不是？一个女店主，竟这般殷实。我们花满住在长安有名的很。圣人封牡丹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举国花商之首，还亲自写了“国色芳华”4个大字，就挂在我们方圆。带你去看看。你见过圣人？县令，我们并无恶意。您问我为何要救助这些村民？女子从商实属不易，这一路走来，也是有许多非亲非故之人的相助相救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县令是读书人，又是一方父母官，我相信您定能够明白的。本官自然能够明白。方才，本官也是爱民心切，你行善事没有问题，但是要提前知会本官一声。诊治疫病，关乎人命，若是治坏了谁，惹上官司，还不得本官善后？若真是爱民心切，今日我们也不会站在这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讽刺本官失职？是，当官的失职还不准百姓说话了？县令，我妹妹年纪小，口无遮拦，您别与她计较。她长成这样，还年纪小，把她带走。是。你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官？县令大人大量，莫要和大夫娘子一般见识啊！县令，他虽然长成这样，可是他脑子里面都是糊里糊涂的。他其实是根本听不明白您在讲什么的。这样，我随您去。你不能去，人是我骂的，要杀要剐冲我来！来，把他带走。是。你随便过来。县令，县令，县令，大福姐姐，回来！昭昭，带阿爹阿妹回去啊。村长，您先着人将这些货搬进去，我们很快回来，不必担心。好。大福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莫说是拨钱买药，县中的粮仓早就空得连只老鼠都没有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做个好官？没听说圣县去年有蝗灾啊、涝灾啊，那钱粮都哪儿去了？苛政猛于虎。钱帛跟米粮估计都被上面搜刮干净了。我也是寒窗苦读，本以为做了这官就能够造福一方百姓，谁知还不如你们这些女流之辈。从前我一直觉得当官的都威风得很，没想到这小官被大官欺压的时候，还没我们过得舒坦呢。当今世道，为民为商不易，为官也不易。若想人人得公正、得太平，于县令做不到，我们也做不到。那这么说，岂不是没指望了？
不会的。这世上一定有一群人，心怀宏愿，想为天下万民造一个盛世。您呢？多谢，多谢，小心烫。拿好。多谢。慢点，别着急。蓦然凡尘锁，7岁素颜忘采，笑看风雨翻尘埃。这一片地都可以利用起来。花开应傲骨，迎天彩。大娘，你看这些土啊，正是适合种胡麻的土壤。六郎大夫，你们再去别处看看，是否还有不同土质的土壤？快来！哎，这跟你刚说的一样。是啊。抬起来。可以了。辗转迷途的解脱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我要做日见过花鸟师。来，我来帮你。可以的。来吧，来吧。谁啊？谁在那儿装神弄鬼呢？出来！谁？蒋长阳，忙碌了一天，给你醒醒神。你大晚上的不好好养伤，出来吓唬我干嘛？还拿着一件蓑衣。看天色要下雨，大家都在忙，只能我来喽。村子里只找到这个。这一件蓑衣怎么能罩得住咱们2个人啊？再说了，就算一会儿下雨，这蓑衣也得你穿。快走吧。我这伤都快好了，你若病了，耽误了救人，我罪过可就大了。行了，再说下去，这雨真的下了。我现在身子可比你强多了。这边。好，好，好。星星都出来了，看来今夜不会下雨了。我们歇会儿吧。好。你比离开长安前，世人开朗了许多。当我折下一朵朵牡丹，救下一条条人命，我便想通了。一开始得知母亲之事时，我确实万念俱灰，觉得前途无望。可谁知此行来到了圣贤，我却改变了我的想法。善恶是非皆在一念之间。牡丹当年可以是毒药，如今也可以是解药。母亲当年没有救下得了疫病的灾民，抱憾而终。她的遗憾，日后由我来弥补。我会用我经商所赚，去救助更多的人。
那吴伯，这段时日，我的心里一直有2种声音。一种声音告诉我，行恶终须有恶报。我希望吴伯一辈子都不要走出这个阴影。可另外一种声音又在不停地跟我说，吴伯也是受害者。有的时候，宽恕跟惩罚真的很难做抉择。我只能说，一切源于无妄天灾，世道不公。我没有办法恨他，可是我亦没有办法原谅他。可既然母亲当年选择放他离开，我便不会违背母亲的意愿。我想母亲也不想看到我这样惩罚自己。我能做的就是想好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。那治好了村民，返回长安，你也不会再关停方圆了吧？世人都看不起商贾，觉得他们重利轻义。我要以父亲为鉴，尽我所能，改变世人对商人的偏见，让大家知道，不仅读书可以经世报国，从商同样可以。你可知道，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。当我看到圣县空空如也的粮仓，听到县令无可奈何的叹气，我便已经知道了。于县令虽算不上什么好官，但也非尸位素餐之辈。他的上司乃宁王党羽，欺上瞒下，掣肘中央减免赋税的政策，令长安周遭各县皆不堪其忧。蝼蚁倾尽所有，能救之人终究有限。只有掌权者真的将百姓的命珍之重之，我们才能不作为蝼蚁，而作为人，安理世间。蒋长阳，你所谋的大业，从今日起，亦是我的夙愿。我这么做与你无关，我要支持勤政爱民的圣人。唯有海晏和亲，天下万民才能够安居乐业，我才能让普通的百姓都能一睹牡丹的芳华。你看，这是3七草，因你重伤失血，小春意外在圣县的山林里发现的。你想让村民们以此为生？圣县的山里还有很多的草药，只要一一分辨，采下便可卖钱。这样可以暂缓村民的生计问题。不过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日后这钱要怎么赚，我还得好好想想。我看你啊，不仅要重塑为商之道，更要培养更多经商之人，与你一同发财。